一场导致几十万人丧生的怪病，一场被工业文明掩盖的悲剧。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的频道。有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怪病，导致了300多万人的染病，其中有几十万人死亡。这不是什么超级病毒啊，这些病人也不是被传染的，他们只是长时间的吃了玉米粉啊，是的，没有听错，就是玉米磨成的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糙皮病。在上世纪的1906年，美国南方地区发现很多人染上了一种可怕的疾病，他们的皮肤呢像被太阳灼伤了一样，发红发痒。特别是这些发红发痒的部位总是对称的，左手发红的地方，右边也会有。过一些天以后他们发病的皮肤呢就变为暗红色、黑色，皮屑呢开始往下掉，紧接着是腹泻、头痛、健忘等症状。跟着皮肤发黑的溃烂还有幻觉和狂躁的症状。严重的病人呢，最后就在痴呆和痛苦中死去。因为病人发病的时候呢，最先出现皮肤的症状人们就将它称作糙皮病。当时医生们对这个病束手无策，只能提议远离病人，认定这就是传染病。但得病的人却越来越多，人们也找不到传染源。看一下当时的背景那时候美国的南方这个奴隶制度已经废除了，黑奴已经解放了，但是呢还存在很多的农庄和农场。农场主呢不做亏本的买卖，虽然没有了奴隶但是他们设置了一个新的制度，叫分成制的佃农。农场主呢把土地租给底层黑人，提供农具和生产资料，到了年底呢要用棉花来还债，利息高达25%到65%。在那个棉花就是硬通货的年代呢，为了利润，农场主规定所有的土地都必须种棉花，不能种蔬菜，也不能养牲畜。违约的呢就会被驱逐。这些租地种棉花的人就是佃农就是当时最底层的黑人。1900年当时的食品工业界发明了一种叫比尔脱皮机的机器。这个机器可以把玉米里的胚芽去掉，因为胚芽很容易变质，导致玉米发霉。我们看一粒玉米可以看到中间小的部分叫胚芽，它富含脂肪、维生素和营养成分。大的部分呢叫胚乳，主要是淀粉。这种去掉胚芽的玉米做的玉米粉保质期很长，所以呢在穷人那里很受欢迎。那些黑人佃农呢就买这个玉米粉吃，因为又便宜，保质期又长。除了这种玉米粉呢，他们还爱吃猪肉和糖蜜。这3样东西都有共同点，就是热量高，吃了以后呢能让他们有力气去地里摘棉花。1906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家精神病院发现了有88人得了糙皮病，其中有50个人死亡，病死率高达64%随后呢多个州都发现了这个病。1912年呢，南卡罗来纳州报告了3万例糙皮病，死亡率达到40%。死了这么多人，当时的医学界在做什么呢？他们正在拿着放大镜、显微镜查找细菌，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传染病。所有的医学泰斗都是在传染病的思路下研究，是什么细菌引起的糙皮病。当时呢，美国最权威的官方调查机构还给出了一个官方报告，认为这是传染性肠道疾病，病因呢是穷人不讲究卫生，生活环境太脏所导致的。还有人宣称呢，导致糙皮病的根本原因是底层穷人的基因太低劣，这是自然淘汰劣等种族。
这里的穷人啊，当然指的是那些黑人佃农啊，以前的奴隶。到了1917年呢，美国患糙皮病的人呢，更是达到20万人之多。这个病啊，引起了一位叫约瑟夫·戈德伯格医生的注意。他是美国公共卫生署的一名医生。他在考察这个病的时候啊，意外地发现，在一个精神病院里有几百名的糙皮病人，可是呢，医护人员居然没有一个人患病，这就不对劲儿了。这病要是真的是传染病的话，那天天跟病人待在一起的医生护士为什么没被传染呢？接着呢，戈德伯格医生呢，在另一家孤儿院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医生护士没有人得病。他发现得病的孩子呀，大多吃的食物都很单一，吃的是什么呢？玉米糊、肥肉啊。再看医护人员呢，他们有肉、有蛋、有牛奶。他就思考啊，这个糙皮病是不是跟饮食有关？为了验证呢，戈德伯格医生呢，把孤儿院的患者分成3组，2组呢分别给牛肉和牛奶，另一组维持原状，还是玉米糊、肥肉。不久之后啊，他发现得到牛肉和牛奶的病患儿童啊，病情迅速好转。戈德伯格医生啊，还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他可以确定这是营养缺乏导致的疾病，所以呢，他赶忙向联邦政府啊申请资助，将这些患病孤儿的饮食变得更多样化，包括有新鲜的肉类、蔬菜、牛奶和鸡蛋。几个星期以后呢，就没有新的病例了啊。后来几乎所有患病的孤儿啊都恢复了健康。戈德伯格医生呢，似乎看到了治好糙皮病的曙光。为了能进一步确认饮食不良和糙皮病之间的关系，他计划进行一次大胆的人体治病实验。可是又有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当实验的志愿者呢？情急之下啊，戈德伯格医生啊与当时密西西比州州长会面，要求用监狱里的囚犯来进行实验，诱导那些健康的囚犯患病。实验过程很简单，就是这批受试者啊被严格控制要吃玉米粉的食物啊，不能有其他的有营养的这个食物。果不其然，几个月以后啊，这批受试者都患上了糙皮病。戈德伯格医生可以确定啊，因为没有获取优质蛋白和新鲜果蔬的通道啊，那么就会引发这个糙皮病。戈德伯格医生呢就公布了他的实验结果。原本呢，他以为公布结果以后呢，医学界的权威们啊会重新认识这个疾病。可是他没想到啊，虽然结果轰动了医学界啊，用健康人做实验啊，但是还改变不了这些权威人士的看法啊，他们依然认为这就是传染病。为了改变人们的观念，戈德伯格医生呢勇敢的又进行了一项大胆的实验，就是用他本人和妻子在内的16名科研人员进行一次残酷的传染性自体实验。除了吃的以外啊，他们16个受试的人员在数个月之内啊与患者同住，睡他们的床，穿他们的衣服，还接受患者血液肌肉的注射。他们收集糙皮病患者的鼻喉分泌物，将它们涂抹在相同的部位。更让人惊异的是，根据当时研究人员的回忆啊，他们甚至还把病患的尿液和粪便包在面包里吃了进去。这确实是非常人可以忍受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证明啊这不是传染病。实验期间呢，他们也曾经有过腹泻和恶心，但没有一个人得这个糙皮病。他们16个人呢都没得病，因为他们吃得很正常，饮食均衡。这时候啊，可以确定糙皮病就是因为饮食结构的缺陷导致的。为了能早日找到治疗的方法，
哥德伯格医生呢，在原有实验的基础上直接进行食物筛选实验，看补给哪种食物能更好的缓解病情。他发现肉牛奶和酵母中含有抗糙皮病的物质。哥德伯格医生公布了他的研究结果这下铁证如山了吧也可以去救人了吧但是呢，他还是太天真了，他低估了人性的底线。他的发现呢，不仅没能换来荣誉反而招致了全面的封锁，因为他动了太多人的奶酪。如果承认这是饮食不均衡导致的疾病，就得打破这个棉花的垄断制度，让农民呢可以种菜养牛这等于是挖了南方农场主和纺织巨头的摇钱树而且呢，这也承认南方存在大规模的隐性饥荒，这是政客们死都不能承认的政治污点。于是政客们和资本巨头联手开始绞杀，中断了哥德伯格医生的研究经费，还骂他是这个外来的犹太煽动者。医学界和政界都没有人敢于公开支持哥德伯格医生，那么糙皮病呢，也就继续还是在发生。到了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它造成了失业率一度接近25%有数百万人呢失去了房屋和储蓄。大萧条呢也让美国南方的贫困进一步加剧，糙皮病的发病率又随之飙升。原来那些中产阶级的家庭呢，现在也要靠玉米粉生活了就是很多原来的白人家庭。这样越来越多的白人也患上了糙皮病原来曾经有些人宣称黑人基因是劣等的，所以才得了糙皮病，这个说法呢不攻自破。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终于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开始实施新政。首先呢，他用农业补贴瓦解了南方的单一的棉花经济，底层的佃农呢终于可以自己决定种什么了可以种菜，也可以养牛。这个政策直接改变了底层穷人的治病根源。虽然呢已经知道糙皮病是饮食不均衡导致的但是直到1937年，美国生物化学家康拉德·埃尔维耶姆才从他的动物实验中分离出这种关键的物质，叫烟酸这是一种营养素。后来呢，还有别的科学家发现，烟酸还有一种形式叫烟酰胺，两者关系可以简单理解为烟酸是酸性形式烟酰胺是中性，刺激性更小。在人体内呢，烟酸和烟酰胺可以互相转化，功能呢基本相同，本质上属于同一类营养素。烟酸和烟酰胺有什么作用呢？人一旦缺乏这种物质就会导致酶无法发挥作用，那么新陈代谢也就无法顺利进行。这对人体内有耗能较多的组织或者器官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大脑，大脑就是耗能很多的人体器官。还有这个能量转换频繁的组织，比如皮肤，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样呢，就会导致这个糙皮病，看到这个皮肤变黑，产生幻觉还有腹泻。刚才我们说过玉米被脱胚机器去掉了胚芽，加工成玉米粉，这就等于去除了烟酸和烟酰胺的摄入。那么以这种玉米粉为主食的人呢，就会得病，这就是糙皮病的起因。可以说玉米中是没有携带某种有毒物质或是疾病的。后来人们将这两种物质命名为维生素 PP， 就是维生素 B3， 它是人体必需的13种维生素之一，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属于维生素的 B 族。到了这里哥德伯格医生在用10多年时间用他的生命捍卫的这个理论终于得到了验证。可惜呢，这位孤勇者在1929年就去世了。很遗憾他在去世前没能知道这种物质到底是什么构成的没有看到这个研究成果烟酸和烟酰胺的提炼。
1941年呢，美国加入了二战，在征兵的时候呢，发现很多年轻人因长期营养不良，体质很差，这就跟国家安全挂上了钩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安全的问题了。这下呢，联邦政府真急了。1943年联邦政府发布了第1号战争令，强制推行面粉营养强化，就是所有销售的面粉必须添加烟酸，就是维生素 B3 和其他的维生素。随着这种强化面粉流进了千家万户，这个糙皮病就彻底的消失了。这里呢，不得不说一下美洲印第安人的智慧。大家知道美洲的印第安人主食是什么吗？就是玉米。他们吃了几千年的玉米，什么事都没有因为印第安人有一项祖传的手艺叫石灰水处理法，他们呢是用草木灰和石灰水来煮玉米的。这种化学反应呢会破坏玉米中的化学结构及水解半纤维素，然后呢将维生素释放出来，这样呢处于封闭状态的维生素 B3 呢就可以被人体吸收。所以呢，印第安人吃的是含有维生素 B 族的玉米和玉米加工食品。听完这个故事可以确定糙皮病从出现、研究到最后被解决，其实不只是一个医学范畴里的事情，它牵涉到了贫困、农业化的单一医学的偏见、无效的政策，还有资本的保护。可以说这个病本质是当时社会结构的问题关于糙皮病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观看，下次再见。